欢迎收看老挝新闻，今天是2025年10月7日星期二，佛历11月上15，万象阵雨25到31摄氏度。今天对于老挝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，我们迎来了3个重要的节日。今天是上座部佛教的初夏节，愿各位观众能够早日戒除烦恼，获得快乐与安宁。今天也是老挝教师节，在此谨向所有辛勤耕耘的教师们致敬。今天同样是老挝银行日，祝愿老挝的金融事业繁荣稳健，为老挝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实保障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、股市收盘行情、黄金市场报价、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。首先来关注外汇。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，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19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，涨幅 0.04%。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1.56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.89基普，跌幅 0.28%。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07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，涨幅 0.03%。再来关注股市行情。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，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22.55 点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.2 点，涨幅 0.08%。开盘 1417.92 点，最高 1424.41 点，最低 1368.55 点。成交量212万8100股，成交金额41072万1000基普。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750基普，交易量53600股，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。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750基普，交易额9353万8000基普，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。接着关注黄金价格。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，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，每根售价是4274万基普，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2万基普，涨幅 1.23%。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。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，柴油每升19880基普，普通汽油每升23780基普，95号汽油每升28360基普。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。1. 老挝召开第4届国家城市论坛。10月6日，第4届国家城市论坛在万象举行，总理宋塞西潘敦出席。总理指出，论坛旨在明确老挝城镇化进程中的紧迫挑战，并重申建立弹性且可持续城市的愿景。近年来，老挝城镇化加速，万象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扩张，带来了交通拥堵、住房紧张、公共服务需求激增等问题。二线城市琅勃拉邦、沙湾拿吉、占巴塞的作用也日益重要。老挝政府致力于解决挑战，以制定国家城市发展战略，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。总理要求重点解决保障可负担住房，避免非正式定居点，扩大清洁水电力卫生设施覆盖，现代化废物管理，投资公共交通等关键问题。同时推动万象发展为智慧城市，并支持琅勃拉邦、沙湾拿吉、占巴塞等城市发挥各自特色。2. 万象瓦占寺码头传统赛龙舟节盛大举行。10月4日至8日，万象占塔布里县瓦占寺码头举办了初夏节暨传统赛龙舟节，节日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往，场面热烈。赛龙舟节紧随佛历11月15日的初夏节之后举行，旨在维护民族传统，也为民众在雨季农忙后提供一个休憩放松、亲友相聚、增进团结的机会。节日期间活动丰富，日夜不休，包括国内外商品展销会，重点推广本土特色产品，借此促进本土消费和国内旅游。赛龙舟比赛将于10月8日开赛，目前已有男子55桨传统龙舟5艘，女子55桨传统龙舟3艘，男子55桨快速龙舟4艘报名参赛。3. 巴瑟市举办盛大传统赛龙舟节。占巴塞省2025年巴瑟市传统赛龙舟节盛大开幕，从10月6日至8日达到高潮，旨在弘扬老挝优秀传统，并开启收割季节和旅游旺季。
本次节日是一场融合了10余项大型活动的综合盛会，主要活动包括南方特色传统赛龙舟、布市仪式、各类体育竞赛、庄严的游行队伍、夜间的传灯游行、商品集市和展销会以及美食服务。节日最大的亮点是大型演唱会，邀请了 DJ 詹姆斯、勒萨万、普莱甘雅、汪淮亥等国内外顶尖艺人献艺，与歌迷近距离互动。同期，邻近的巴松县正式开启咖啡等农产品收割季，象征老挝南方的丰饶。占巴塞省政府借此邀请国内外游客共同庆祝文化，促进旅游和经济，并分享节日的喜悦。4. 琅勃拉邦举行研讨会，聚焦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发展。10月6日，琅勃拉邦举行了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文化旅游发展技术研讨会，副省长西里彭苏潘通出席。琅勃拉邦于1995年被列为老挝首个文化类世界遗产城市，今年恰逢30周年。副省长在致辞中回顾30年来，政府和民众致力于保护其寺庙、古建筑、自然景观及传统习俗，使其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，并获得了最受欢迎旅游城市金奖、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等荣誉，促进了经济发展。然而，城市面临发展压力，包括违规建设、交通拥堵、污水和城市拥挤等挑战。本次研讨会旨在加强各方对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，并就如何利用文化遗产潜力以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进行技术交流。5. 老挝国会援助琅勃拉邦孤儿中学。10月5日，琅勃拉邦孤儿中学举行了新宿舍和公共厨房项目奠基仪式，该项目由老挝国会社会援助基金捐资。国会主席赛颂彭彭威汉视察后决定援助。琅勃拉邦省人民议会主席埃沙万贴帕站在致辞中表示，此举体现了高层对人力资源发展和改善学生生活的真诚关怀，旨在为贫困和偏远地区学生提供温暖、安全、有利于学习的住宿环境，激励他们成为国家优秀公民。埃沙万主席承诺，省政府将成立专门委员会，详细监督施工质量和技术，确保建筑长期可持续使用。奠基仪式上，国会社会援助基金主席维帕万彭威汉女士还向学校捐赠了3000万吉普，以支持学校发展和项目顺利完成。6. 国家人才学校隆重庆祝老挝教师节31周年。10月6日，国家人才学校在国立大学隆重举行老挝教师节31周年庆祝活动，多位教育部门领导及各界人士出席。校长回顾了教师节历史，强调教师在人类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老挝教育起步较晚，14世纪佛教传入后，寺庙成为最早的学校，僧侣导师是知识传授者。法国殖民时期，教育发展缓慢，直至1907年，老挝历史上第一位接受培训并于10月7日开始执教的教师陶侃出现，为铭记教师的功绩，并纪念陶侃开始执教的日子。老挝将10月7日定为教师节。活动上，学生向教师献礼，并向支持学校的家长颁发了荣誉证书。7. 占巴塞省展开节日贸易检查。10月6日下午，占巴塞省贸易检查人员展开行动，重点检查巴塞市举行的2025年初夏节和传统赛龙舟节活动中销售的商品。此次检查的目的是确保商品的展示和买卖活动有序合规，遵守法律法规，并保护消费者权益。检查内容包括商品是否贴有老挝语标签和价格，以及是否有假冒伪劣或过期商品。8. 万象车祸致1人死，救援队急寻家属。据万象市东都救援队报告，在万象市西廓达邦县麦村发生一起卡车追尾事故，一辆注册地为万象的白色威驰轿车内有1人死亡，死者身份信息暂不明确，请相关亲属尽快联系救援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我们明天见。